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最近全网热议的河南三支一扶公考成绩异常的舆情，官方调查已经给出定性，考试当中确实存在作弊行为。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请看视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河南三支一扶案件发布的最新通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8月2号，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通报，经查实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果然是无数人在陪跑，在陪考，在陪太子读书啊！群众的直觉没有错，至此这场诡异的事件从事件到案件，作弊事实已经坐实。接下来看怎么挖了。公安部门出手了，成立专案组，这一步可以是做极其重大的进展，意味着进入了刑事办案的程序。可见河南对这起案件的处置调查很认真，决策很果断。对此，公众表示欣慰，也对后续寄予非常高的期待。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就这起案件多地大规模的涉嫌考试舞弊案件，这个考试中心负责人一定有责任，但不一定是主要责任，更不会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否存在更深的链条、更大的责任方呢？有待彻查。这起案件诡异到什么程度啊？三支一扶招考，一人一岗的恰好一人80多分，两人岗时恰好两个80多分，那4人岗呢？恰好4个80多分，而且不是一地。河南省内安阳、济源、驻马店等多地出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精准匹配之天价奇观。你以为到这一步就很夸张了吧？还有夸张更狠的。为前列的80分高人跟后面梯队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断崖式暴跌，分差拉到60多分的档位，水平悬殊的程度遥遥领先的地步，似乎在告诉你别想望其项背，你连人家尾灯都看不见，你们连陪跑的水平都不够，你就尽管认输，不用多想了。这次通报相当于明确了，不是阅卷的问题，不是统计的问题，而是人为故意的问题。那么是以什么样的手能够把考公考编之外最重要的三支一扶招录考试操纵到这种程度？这是这个案件必须深挖的重点。我们以济源为例，荔枝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济源有3名考生在6月底一场考试只考了50多分，没想到13天之后的这场考试考分直线飙升，一个飙到84点多，一个87点多，最拉垮的也飙到79点多分。请问这种飙升的灵丹哪有的卖？请拿出来分享。洛阳、新乡更夸张，初期考试连笔试分数都不公示，只公布入围名单。请问这种公示的意义在哪里？谁给他们的胆？其实这起案件最夸张的不是分数，而是群众的眼睛能看见，监管是否注意到，机制是否发现到。如果注意到了、发现了，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质疑？这是这个案件同步需要深挖的一点。前一次评论中我就说，不是考生输不起，而是难以接受处处有巧合，地地有奇迹。所有人想知道这些夸张的反常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要个真相，要个公正、公开、公平。通报答案来了，人干的非法参与，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些人一定包括挖坑的、填坑的。朴素的逻辑告诉我们，前者有权利，后者有背景。希望这次拔萝卜彻查时，两类人一起查，不限于前次通报中所说的查实一个取消一个，依次递补接受监督。为什么？结果当然很重要，造成结果的前因更加重要。做得太明显，干得太恶劣，三支一扶公开竞争，优胜弱劣，择优招录。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舞弊行为，确实令人痛心。今天可以说，所有滔天质疑就是冲着公正公平而来的。河南这次很认真，从7月27号首次回应到现在6天时间3次通报，密集表态回应公众质疑，这是应有的姿势，也是基本的态度。我在前次的评论中特别建议的一点是，要把调查本身做成一次透明的作业，正义的答卷，一定要让调查本身经得起调查，以挽救公信力，挽回失去的公正与公平。此时我想说，目前是查实有作弊，但离彻查所有责任还有距离。公众要的不是止于替补，而是全案公开，所有点位，所有人，谁的责任谁领罪，而且要经得起公众的检视，经得起法治的检验。虽然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已经被停职调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
开展全面刑事侦查。熟悉东大国情的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个别人参与非法作弊行为，整个链条应该都有问题。但是调查的结果会不会如大家所想的那样全面精准，各个击破，拔出萝卜带出泥呢？还是说最后随便找个替罪羊给公众一个交代？这个问题想必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吧？那么站在律师的角度，这个案件违法行为怎么判呢？直接看视频。现在官方查实了存在考试作弊，那这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刑法第284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帮助的，同罪；非法出售提供考试答案的，同罪；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处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最高法、最高检、司法解释专门规定，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试作弊的，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说白了就是知法犯法，加重处罚。这次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如果查实参与组织作弊，起步就是3年；如果涉及泄露试题、收受贿赂，还可能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参与作弊的考生肯定会被取消成绩、取消录用资格，已经录用的也会被辞退。对于这种考试，很多人好奇成绩异常之后正常处理流程是什么。它一般是分为3步：一是在公示期内，考生可以申请成绩复核；二是如果发现作弊的，取消成绩和录用资格；三是出现岗位空缺，按笔试成绩依次替补。河南这次明确取消一个，按成绩替补一个，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替补必须公开，谁被取消谁替补，依据是什么成绩，都应该公示接受监督。说实话，考试反作弊的技术手段这些年已经进步很多了，标准化考场、监控录像、金属探测仪已经很常见了。但这次河南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硬件不够，而是内部人员可能有泄题、篡改成绩、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考生开后门的漏洞，这才是最致命的。我觉得有几个可以推动的方向：一是面试过程全程录像存档，接受举报后的可追溯性要提高。面试是人为操作空间最大的环节，全程留痕是最基本的保障。二是考试成绩公布时同步公布岗位报名人数和镜面分数线，让异常数据更容易被发现。这次河南的异常就是网友自己发现的，说明信息公开这点还是有用的。三是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让调查不走自己查自己的老路。最后，你们觉得这次河南查的够不够彻底呢？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